不是开玩笑，是快成朝鲜了，把这个快字取消啊！我跟你说啊，马杜罗被抓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吧？马杜罗被抓起来，他很紧张，所以他会更加紧的控制国内的舆论，明白了吧？所以你们更危险了。而且事实证明啊，马杜罗抓起来以后，一切都被抖露出来了。马杜罗比他们好多了，马杜罗是个好人。事实证明啊，相对啊 ，comparing 就是相对而言，马杜罗是好人。为什么？第一，马杜罗在跟老婆睡觉，就抄马杜罗家的时候，马杜罗是跟他原配老婆在被窝被抄的。我就问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几个会被抄的？那时候是在老婆的床上，自己家老婆的床上。这是第一啊。马杜罗在个人作风上啊，超过99.9%的我党干部。第二，而且人家没分床啊，没分房啊，人家就在一个屋里啊。所以马杜罗的个人问题超过了我党99.9%的干部。第二，马杜罗可是一把手，可是总统。第二，马杜罗作为一个独裁者，马杜罗的反对派就是那个女的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就像刘晓波，就像达赖喇嘛一样，天天骂马杜罗的，就在委内瑞拉，而且还活挺好的。马杜罗没有以任何名义把他抓起来弄死或者判了，所以马杜罗简直是马杜罗的地板都高于他们的天花板啊！所以你们就不要，你们他妈早期其实说老王文杰没事儿，以前是没事儿，但以后就不行了，你这知道吗？不光是共产党弄你们啊，我现在仇人也多了，因为我这比如说个蓝胖子，蓝胖子肯定记恨我了。我又说了一个小田儿，那小田儿肯定也记恨我。虽然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你们实话你传播力太大，这就成谣言啊！因为你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你在这个国家啊，你在中国，你说实话就是有罪的，所以你说遥遥领先的预言就更有罪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注意点啊！马杜罗地板都比他们的天花板高，你就想想他们有多 low 啊！就是你们这帮孙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心里边没点逼数吗？还整天翻墙出来，看完我的还骂我，你个直人啊！你个什么鸡巴美猪啊什么的美吹！我告诉你啊，你别说我美吹，我现在是伪吹，委内瑞拉吹，委内瑞拉独裁26年啊，查韦斯这个王八蛋啊，把合法政府推翻，自己搞了个独裁政府，然后死了。然后传位于马杜罗26年啊，从2000年干，一直到2026年被推翻，26年，委内瑞拉人口锐减800万，8 million， 不是死了是跑了，因为委内瑞拉小啊，它周围有邻国，也有美国，它跑了，偷渡了。一个国家能在26年里把自己人口弄少800万啊，跑到巴西的，跑到哥伦比亚的。跑到美国的最多，跑到墨西哥的，因为它周围都是南美洲国家了，语言也没什么障碍，跑了。你不就是逃难吗？这不就是逃难吗？而且阿维斯马杜罗把国民经济搞崩了2/3，懂吗？就今天，委内瑞拉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2000年要低很多的。它又是世界上最有石油的地方，它就是个油井，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它的石油是往外冒的。100年以前，美国就发现了重大的石油公司，2000年他妈搞革命，把所有的，那当然不用说，所有的石油公司基本上都是美资的。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是美国人当老板，但是委内瑞拉人民很幸福，过的日子很好，800万委内瑞拉人没跑出去讨生活，懂吗？我操！然后这帮孙子一搞社会主义革命，把美国人是撵走了啊，把美国所有的石油公司都没收了。小布什总统26年以前，小布什总统是都说小布什爱打仗，你看小布什打他了吗？离这么近，美国那么多钱被抢走了。你要说美国大傻逼，这100多年积累，一招就全部收归国有了。所谓收归委内瑞拉国有，就是收归那个查韦斯集团和马杜罗集团这帮孙子所有了。美国并没有打他，小布什没有打他。小布什鼓励所有的受害美国企业家去国际法庭告他，走法律，讲法律。你跟流氓讲法律，小布什。奥黑子呢？奥黑子是推动联合国解决制裁奥巴马，然后奥巴马之后，拜登啊，那一样啊，也是没有任何动作。到了2任川普，给他抓了，解决了，2个小时把问题解决了，全解决了。高啊，而且委内瑞拉没有让这个反对派上来，没有让这个民主派上来，是给他副总统了
交给副总统，并且交给国务卿啊，国务卿是拉美裔的嘛啊。总之啊 ，anyway 啊，就是马杜罗啊，千言万语一句话，马杜罗是不迫害自己的政治敌人的。你看看啊，比如说刘晓波呀，比如说什么王什么那个咱们加拿大那个中国民主运动第一人，1988年就搞184年88年就搞民主运动的那个王，哎呀王什么，反正我魏京生啊，是王丹啊，沃尔开西啊，这些人哪个敢回国呀？啊，哪个敢回中国呀？回中国不得给那我操，那必须嫖娼死啊，那就肯定给你弄了，肯定给你干了。但是你看马杜罗人家不干呀，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我很感动，我收回我对马杜罗的所有的批判啊，我认为马杜罗是个好人啊，马杜罗罪不该死啊，马杜罗那最多是个小人但不是坏人啊。我之前华尔街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和川普那边有联系。马杜罗的 location 其实是他身边的一个俄方的人透露给美军的，所以才这么快速通了。至于这个俄方的人为什么这样做，我朋友也不确定。哎呀，你这都是旧闻了。川普大嘴巴自己已经说了，但我觉得应该不是突然心向正义了吧？估计有利益，肯定是有利益切换的。但是您的香港粉丝whatever 大概就这样，是这样的啊。那个昨天川普总统记者招待会解释了啊，这个俄罗斯人呢是一个俄罗斯上校还是大校，是负责马杜罗的所有的苏30飞行机队的，就是马杜罗的空军是用的俄罗斯的飞机，还有 S-300也是俄罗斯的设备，这个是他的最高指挥员，是个俄罗斯人，被中央情报局策反了，就是被美国策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马杜罗的这些情报给了美国，然后美国说你要几千万美金还是几百万美金，你要什么条件？他说我要1美元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受不了了啊，那个我根本不是为了钱，就是一个上校，对，就是个上校，那就这点事儿。然后我个人认为，川普不是大嘴巴，川普绝对是秘密策划，他说的未必是实话啊，很可能是华为。我的第六感很准的，但是他不能说，因为这种事儿是国家机密，他一定是引真是假。你说俄罗斯那事儿是真是吗？也是真的。但是你觉得俄罗斯一个空军的马杜罗的空军司令，或者空军的等于是俄罗斯的军事顾问，他能知道马杜罗的狗吃什么狗粮吗？他能知道马杜罗今晚上住哪吗？他不能知道，明白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应该川普说了一部分，一部分是真的，另一部分应该是假的，那个或者没说啊，真正的关键的他不会说的，因为真正关键的涉及到美军核心战斗秘密的军事机密，他怎么可能跟你讲实话呢？而且他说俄罗斯这事儿有好处啊，他说俄罗斯这事儿他挑拨中俄关系啊。明白吧？就是这一说之后，我操，本来中俄就是他妈心怀鬼胎，各自不放心。他这一说俄罗斯叛徒，那你这中国这边信吧，就像你这样的就信了啊。所以这个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他说是俄罗斯出卖马杜罗，俄罗斯肯定心里觉得不是我，但是包子也不会信啊。所以123呢，他们弄起来了。老王分析逻辑正确，对吧？就是你他妈怎么可能啊？美国总统能把自己核心的军事机密叭说出来，他说的一定是真的。但是他说的不全是真的啊，更真的他就没告诉你啊，他不会告诉你，而且说了这个之后，直接给你挑拨中俄关系，那这么一石二鸟。川普这个做过大生意的不一样啊，你看他用委内瑞拉现任副总统接班，而不用反对派总统接班，这他妈太高了，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如果你按照你自意的性子来，那你肯定是抓这个坏蛋以后要让反对派，就是抓了包子10万克之后，一定要让这个美国的这些民运大佬回去当总统嘛，对不对？这就是按照你的理想的这种状态，理想主义者。但是这是梦幻，这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执政经验，他们回去驾驭不了这个国家，他们还不如共产党。所以如果抓了包子，他可能扶植上来王岐山呀，或者扶植上来副总统。中国没有副总统，那就李强。那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治体制、这个官僚体制、这个军队体制不会乱，而受了美国的等于是夺舍啊，这个是效率最高、风险最低的，而且委内瑞拉的和平演变高度可控，不至于出现再一次失去委内瑞拉啊，就像伊朗
当年的霍梅尼伊朗革命就是这样的残暴的例子就是残酷的例子。你扶上来的阿斗根本架不住，最后国家又乱了，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反美的。好多美国出现这种历史上的这种教训，所以这次川普他是做生意的思路这是做生意的思路，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和非正义一切都是最优解就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最优解。做生意的嘛，妥协的艺术。所以真是挺牛逼的这招棋。据说今天那个华尔街，今天那个五角大楼披萨指数又上去了，今天又上去了，而且数量订的披萨比那个抓马杜罗那天晚上还多了1倍，就是今天晚上。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美国重武器在往中东运，中东那就是冲着伊朗去的，不用说呀就是冲着伊朗去的，所以很有可能在伊朗那边会有马上的连续的动作。我操，真牛逼你以为中国是啥？现在伊朗要急了伊朗做国王，伊朗有国王伊朗国王窜出来了，伊朗是有国王的，国王有儿子的，太子。教友说的对就是昂山素季，他叫昂山素季，我们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昂山，昂扬的昂昂山素季。昂山素季他的爸爸就是缅甸的昂山将军，缅甸蒋介石吧，算是缅甸国父昂山。昂山素季就是民主派的所以委内瑞拉不是委内瑞拉那个缅甸军政府，然后缅甸这个独裁搞了以后，推翻了之后，颜色革命推翻之后，昂山素季接班。昂山素季就是那个，你就可以昂山素季在缅甸扮演的角色有点像那个民运这帮人。然后昂山素季当总统根本搞不定，就是国家大乱然后再次失去，再次导致军方政变。美国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人抓走所以美国就是又失去了缅甸。现在大家都看到了，缅甸美国又失控了。委内瑞拉活捉很难受的，你要知道很多机密会套出来马杜罗也是一个明白的人我跟你们讲这个马杜罗是个明白人你们看马杜罗的微表情，还是通过公开信息得到资料，就是马杜罗会超级配合美国。马杜罗被捉了以后，面带微笑，一路跟所有的不相关的人，就是抓他的那些警察、路人甲、路人乙、特工们说 Good night 晚安 Happy New Year 一路现在就是一路就是这从佛罗里达进国境，是走佛罗里达应该是吧，然后走纽约，然后奔布鲁克林看守所，好像去的是 DEC 的 jail， 然后转到应该是跟总统在同一个看守所里边，就转那儿去了。因为纽约嘛，南区法院要审他嘛，那一个法院嘛，所以那你们知道吧？就是马杜罗在这一个过程中，无论在哪儿转来一波新人，马杜罗都面带微笑，要合影随时合影配合都特像教主见教友。就我经常被教友在了，你是老王吧？是，过来合个影就得了所以就是非常配合。为什么他这么配合？就是说明他非常明白自己完蛋了，所以他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不要被捡肥皂什么的，特别配合。所以呢，美国想知道马杜罗会说，美国不想知道马杜罗也说这肯定配合，他肯定把包子给交代出来。那包括那个特使邱小奇吧，还鸡巴没走呢，我操，还给困那儿了。哎呦，因为美国大军重重围困委内瑞拉，没有撤美国大军没有撤，因为必须保证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听话，否则的话就弄死他，要敢不听话。所以副总统那女的今儿特别听话，说一定全力配合美国，美国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让我撅着我就撅，让我站着我站着，你们放心吧。这个时候慢慢的美国会退的。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特使应该是还没有离开委内瑞拉。惨喽惨喽，快点派吴京这不是老百姓这是10万克的特使被困在那儿，吴京何在？战狼何在？我操，吴京给你胳膊上绑一个5星红旗，快去救大使。柬埔寨委内瑞拉背后都是包子无处不在。就是你被坦克压过吗？你吃过全国各地的蚯蚓吗？你被火箭筒捅过吗？你被黑人那个大牛子抽过吗？然后你喊疼怼你嘴里，你背过吗？吴京都背过
有吴京怕啥？所以吴京是战狼，是铁汉啊！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